好，第4部分入主题产品介绍抛卖点。卖点的介绍方法呢，总分总的形式，立意式。立意式呢，就是语言简练，但要有细节来支撑。咱们不管是赞美客户，还是说介绍产品，都要有一个东西来进行支撑。比如说你说你对一个美女说，你说你真漂亮啊，可能这个女的她长得并不是这么漂亮，但是2个人说出来，它效果不一样。然后这个美女怎么说？你说的是假话，我一点都不漂亮。这个时候你就要找这个支撑点了，说哎呀什么？哎呀，你看看你多像某个明星，你看你的这个轮廓还有线条都像某个明星，那明星那么漂亮，你肯定特别漂亮。这就找着了一个支撑点。说你的身材真好，你看你的这个个子这么高，身材腰还这么细，真的线条非常好，那不肯定是特别漂亮，对吧？所以说需要细节支撑，一定要在挖掘客户需求的之后，要根据客户的特点来抛售卖点。咱们前面看这个卖李子的故事，他有没有抛卖点啊？抛卖点了。卖酸的李子知道她怀孕之后就是猕猴桃，然后呢还告诉他哪个猕猴桃好，进口的猕猴桃好。好，接下来入主题衔接语，那我接下来给你讲讲我们百度推广是如何在网上做订单、做生意的，扩大品牌知名度的。好，这是一些产品的卖点，可以拿一些以前的客户来进行，让他什么求同行的客户，让他跟着走。好，接下来就是试缔结，就干什么？催促客户成交了。测水温，测水温呢通常是3个 yes 来提问。我刚才讲解的，你对我们的产品服务都了解了吧？让他回答3个 yes。那你觉得我们的产品对你有帮助吗？对你有帮助吧？那今天签合同没问题吧？如果这个环节出了问题，不成功的话，开始处理异议了。客户会提出异议处理。异议处理的时候也有很多技巧啊。异议处理的时候也有很多技巧。咱们来看一下异议处理的思路，原理就是这个 LSCPA， 这个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一步是倾听，鼓励客户陈述事实及表达想法，一定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比如说这个 D 型性格的人和爱型性格的人，就是老虎型和孔雀型的人，他们说话比较直。力量型呢有能量，他不会恐惧任何事情。这个凤凰型的人的话，他爱说的比较多，所以说他也不会说顾忌很多。但是如果是 C 型的和 S 型的人，他们本来胆就比较小，如果感觉这个话语不对，他们不说。心门紧闭就是把心闭上了，我有话我藏在肚子，我不告诉你，就这样。所以说倾听的第一步就是鼓励客户陈述事实及表达想法，一定要营造一个最好的氛围，让他去说，不要让他窝着藏着。然后如果他窝着藏着的话，完了，这个机会已经没有了，他会给你的竞争对手。第二步认同，反馈给客户你对他所说的内容的理解，同理心认同啊，说哎呀，我要是你的话我也会这么想，我要是你的话我也会这么做。哎，我之前有一次我怎么着什么事情我就是这么做的。好，同理心认同他。认同不等于赞同，这个赞称赞的赞啊。认同不等于赞同，是为什么呢？认同表示我认同你说的话，就是你说的话是对的，跟我没有关系。赞同是什么呀？赞同是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一致，咱们俩就是想到一块去了，这是认同。咱们要认同而不是赞同，因为如果赞同的话后面很难处理。第三步是澄清客户问题和需求。第四步是陈述，提供你要解决的方案。第五步是要求，鼓励客户采取积极的行动。异议处理的话，之前我在某一个培训机构做调研是一个这种中小学的课外辅导机构啊。我在他家前台这个调研的时候呢，正好遇见了一个客户，这是售后的问题啊。
由于他们是一个大型的集团公司，所以说它这个发票机呢一般是在总部，这个网点上并没有发票机。这个时候导致一个问题，客户交费的时候并不能够很快的拿到发票，所以说这就导致客户对他们的一个误解，认为这个公司赖账，收了钱不想给发票。这一天呢，就来了一个这种客户，并且这个客户呢，他还是一个什么型号的人呢？是一个这种 S 型号的人，在这个营业网点上大吵大闹。这个时候呢，他的店员赶紧给他们的店长打电话。正好呢这一天，这个店长还在总部开会吧。这个时候，这个店长说：“好，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时候，这个店员就说：好，我们的领导今天呢正好在总部开会，这个2个小时之后就能够把发票带回来。您先坐这儿喝杯水。”但是这个客户呢，他还是认为这个是想拖延，这个公司要拖延时间。中间呢，我在那儿观察了2个小时，中间他发了4次脾气。怎么还没回来？怎么还没回来？你们是不是要赖账？是不是不想给开票了？是不是怎么着？一直在大吵大闹。这个时候一直到大概是2个多小时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领导正好回来，把这个发票给了这个客户。客户这个时候呢，才澄清了。他说这个主管给他解释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们这边的话，因为是一个这种总部，还有在北京还有30多个分点，所以说呢，我们只有一个这个税控系统打发票，所以说耽误您的时间呢，挺不好意思的。”给他说了很多次。原来是这样，那挺不好意思的。我相信这一次通过这个一次的澄清，你知道，实际上我们在灵修课上讲什么？讲我看到的是世界，但不是全世界。在这个地球上，纬度很多的，在你这个纬度认为合理的事情，在另外一个纬度可能认为完全不合理。这个人也是一样，人包括地区的差异、种族的差异，还有这个他的一个在社会上的一个层次的差异，会导致他们2个人的很多想法、很多思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很多事情呢，就是由于沟通或者是他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呢，它会产生不同的误解。我们也没有把这个误解给澄清了。好，接下来是陈述尽量不要产生误解提供你的解决方案，最后是鼓励客户采取积极的行动，就是签约。好，这是异议处理的一个思路咱们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这个 LSCPA 的一个理论，把它掌握熟悉了。好，接下来就是倾听。我们通过积极的倾听，了解客户的了解客户究竟有什么问题，究竟什么感受。倾听时一定要冷静。有时候你说的不一定是对的。比如说我们一些这个中小学的教育机构，他经常会说一句话，他把这个学生呢集中到他这个网点上进行培训，学校嘛，叫培训学校。但是有很多1对1的这个小学生来上课，他还是经常给家长灌输一句话，说：“哎呀，把老师请到我们家里去上课好不好？”他会说：“哎呀，你们家里可能没有学习的环境，没有这边好啊，或者说氛围没有这边好啊。”但是有很多家长他就会反驳你，说什么：“我们家里没有这儿好，我们家这要比这里好10倍，怎么着，很生气的。”所以说，作为一个销售人员，倾听客户的，客户就是说错了，你也先不要认为他说错了，认为他说对了。然后呢，客户的所说的话，他都是有一定道理的。等你分析完，先冷静下来，到你分析完之后再说。接下来是认同。认同不等于赞同，赞同是同意对方的看法，认同是认可对方的感受。我可以认同你，但是我不一定要赞同你。我认可你的感受，我认可你的这种想法，我认可你。这个在很多公司有很多领导
对于下属给他提出的一些这个意见和建议，都是说我认同怎么着怎么，然后是怎么着怎么着啊，这是认同和赞同啊。认同是作用是淡化冲突，没必要说跟他完全一致。提出双方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亦利于进一步的解决意义。有一个有效的认同方法是重复客户的反对意见，并将语气淡化。好，这是认同。我很认同的话，经常说的话有哪些呢？我很理解你目前的处境。您有这样的想法，我并不奇怪。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我也会感觉到怎么着。我之前有很多客户跟你的感受是一样的。好，这样就是理解你、认同客户的一些话。好，接下来的话就是澄清，将异议转化为可以解决的问题，帮助客户呢使问题具体化，再次确定你已经真实的了解了客户的异议。所以你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当客户说完他的采购计划的时候你看这个张经理，咱们刚才谈论的，您的话题是采购笔记本什么型号的多少台，台式机多少台，什么服务器多少台，打印机多少台。好，给他做一个澄清确认。如果理解没有错误，你是担心什么问题？是否可以这样说，真正的问题所在就是把这个问题给澄清了，陈述在客户异议的事实原因之后呢，给予客户补偿是解决问题、达成交易一种有效途径。方法一是用产品的其他利益对客户进行补偿，第二种是将异议变成卖点。我们常说这句话你可以看一下，和我们合作的客户这么多，包括您这附近也有很多，如果没有效果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客户跟我们合作呢？对不对？好，这句话陈述。接下来是要求，注意客户常用的托词我考虑，我们决定以后再和你联系，我在出差，过几天再说吧。我们老板说不考虑了，最近太忙，等有空一点再说吧。鼓励客户做出积极的决定，帮助客户做决定。这个时候呢，咱们一定要辨别出来，客户是真的想等一等，还是说只是一个托词。比如说我们如果是判断客户是一个倾向于 D 型的人，他要是拒绝你的话，他有可能会直接拒绝你，他说这种话的话有可能是托词。作为一个 S 型和 C 型的人，他们不善于做决定，这个时候呢，这些话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他性格在这摆着呢，他真的做不了决定，他必须让他有一个同事支持他，他缺少一个支持的人，或者你支持他，或者他同事支持他，或者是上司支持他，支持之后就可以成交了你可以跟他说，你就相信我，淡淡尝试一下吧，互联网是大趋势的，再不做就晚了。这是网络公司做网络推广时候常用的要求。接下来咱看一下下一个，以一个案例来说明异议处理的流程。客户说我很忙，没有时间和你面谈。这个时候呢，首先 LSCPA 也是用这个流程。这个时候怎么去解决客户的这个异议呢？第一个，不要插嘴，等客户说完，先不要反问客户，聆听，细心的聆听第二步，张总，你忙，我理解您。您作为一个老板，日理万机，这也是正常，我非常理解您。我作为一个销售员，我一天的时间就像掰成两半用，何况说您一个大老板，您说忙绝对是真实的。怎么分享感受？第三个，除了时间之外，还没有其他原因让张总不想和我这边交流一下呢？澄清异议，是真的还是假的？好，接下来就是提出方案了。其实张总以前我有很多客户都因为太忙而没有时间去了解网络推广，但是当他们看了我们这个产品后，都觉得很有兴趣，而且他们公司的推广产品和我们的品牌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互联网是一个潮流，你做生意肯定是需要网络的，这是干什么？提出方案。对哦，这样吧，张总，最后是建议行动今天刚刚要路过某一个公司到时候我也去你那边一趟，占用你10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如果是我多占用你1分钟的时间，你就直接把我赶走就好了。如果觉得不合适，那就当我们做了一场关于互联网的交流，你也可以多学习东西，对吧？那我明天上午10点去你们公司楼下等你，怎么样？建议行动。
当然了，这个是一个死的，咱们已经要活学活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话尽量控制在半分钟以内，如果不能控制在半分钟以内的话，控制在1分钟以内。如果你跟客户说一句话说了2分钟，客户在60秒左右的时候，30秒左右的时候，他的记忆力会下降一步，到1分钟的时候，他的能够记忆的这个东西又少了很多，他的兴趣也少了很多，他心思有可能早已经飞了所以说尽量要简洁有力。好，第7步是再次缔结促销。第2次试缔结之后，如果客户说我还要考虑一下进入促销环节，如果感觉这个客户是促销的机会不成熟，则为下一次的销售呢做一个铺垫，处理买不买的问题。促销的作用，服务一一处理，解决什么时候买的问题。注意不要把促销当成服务的卖点。第2个心态要求，敢说多做多说，大胆的说，敢说多说，大胆的说，强势、紧张、兴奋，这是一个心态的要求。促销的几个点，第一个就是促销的时机的切入，在第1次跟他缔结的时候，不要说促销的活动，不要你要说的话，你就等到单子签了之后给他一个惊喜。说，老总，你们现在你们付了1000块钱，我们现在刚好搞活动，这个买1000送200，可以给你1200的服务，好吧？这是服务之后。如果是说第1次缔结没有成功，那么咱们呢就在第2次缔结的时候再说有促销有活动促销的由头也是需要支撑的，它不是说你是有口信来信口由来，就是信口随来，这个随随便便就过来了一个这个促销，他也不会相信的。促销价值塑造，我们3年才一回条件、名额、时间、配合电话、办款的细节明细这些给都交代清楚。好，接下来咱们看促销的由头，符合逻辑，简单清楚公司周年店庆什么广交会开幕奥运会开幕采购商要求我们公司推荐优质供应商等等。注意整个团队必须口径统一，最好是公认的大事件。接下来要注意的事情我们要注意促销资源的稀缺性和紧迫性不是说随随便便都有的在我们公司周年庆之际，公司为了答谢我们的新老客户，我们香港总部拿出了巨资来扶持我们的中小型电子商务发展企业。一些创业型的公司经常会说什么，我们公司拿到了 B 轮投资，现在呢来回馈客户充100送100，充500送600等等一些促销活动，它都是有一个由头的，有一个原因的。符合逻辑，不符合逻辑的话一定要符合逻辑，不符合逻辑的话是不行的。好，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直接忽略稀缺性和紧迫感。活动明天晚上截止了，如果你这2天再不成交的话，咱们没有办法这么合作了，等等等等。好，接下来咱们看一下促销价值的塑造，引导客户根据客户需求选择包装促销的价值。客户关注什么，我们就重点强化包装该促销方面的利益点。无论客户意向迫切与否，切记促销说的轻描淡写。促销是否给，决定权在我们自己，而不是在客户。促销是非卖品，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所以促销不但要隆重推出，而且要高姿态退出，必须保持相当的一个强势。好，这是促销价值的塑造。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第4点，获得促销政策的条件咱们从这个生产型，从这个业务范围、货源稳定、质量保障、地区、行业规模等等有所限制，不是说哪里都有。第3接下来是卡名额、卡时间。热门产品建议首选名额，冷门产品建议首选时间，最好是2个同时来卡。接下来看一个配合电话。配合电话的话，就是促销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跟领导确认。这个领导也不一定是你的真实领导有可能是你的同事、下属、其他员工都可以提前跟他打个招呼，说一声就可以了。就是问最近的促销指标用完了吗？这个最低价是多少？最高价是多少等等等等，跟领导去进行一个确认走一个形式。接下来是办款的细节、时间、地点、人物帮助客户
理清思路，确认是否认真办理。接下来都应该采取利益式的说法，让客户觉得都是方便于他。为了保证你第一时间争取到这个名额，建议你首选现金支付的方式。如果银行汇款，本人还是财务去汇等等的一些细节性的问题，给客户确认完。好，这一部分的课程已经讲完了，咱们下面呢来回顾一下这部分主要讲解的内容。咱们主要讲解了5点，第一点是 DICS 这个性格测试在销售当中的一些运用。第二点是把握客户的痛点和产品的卖点。第3部分找到销售成交的引爆点。第4部分如何洞察并左右客户的思维。第5部分是一个重点讲解了销售拜访的一个流程。在销售拜访的流程当中呢，咱们讲解了8大步骤，通过8大步骤呢去完成一个整个的销售流程。好，今天的课程都到这里结束，谢谢各位的聆听。